斑驳篱笆，谁守着家人凭思念洒？看那岁月留下一抹晚霞，青丝变白发。雨雨泪下，回忆沙哑，转眼又一夏。笑颜观堂脸颊，模糊妆纱，苍老了年华。那暴雨就快要狠狠地落下，我还在等待着你一个回答。就让那风再大，吹起了牵挂，就让那雨在下，吹尽了繁华。用一生换刹那，我不会再挣扎。如果爱需要代价，我无法接受路沿途多变化。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。用信念换约定，我将爱牢牢刻下。一辈子嫁不出去，你娶我吗？我就你就娶我是不是？大流氓！你要是再敢说这样子的废话，我就砍死你！你说，你说！不说就不说，干嘛动刀动枪的？我叫你不说，你就不说，你是不是男人呐？如果心里真的有这样想的话，就算被砍几刀又怎样？说到底，你根本都没有那样的心思。算了，说什么都太迟了。我明天就要嫁人了，走吧。因为我是个流氓，随时随地被砍死的流氓，有什么资格娶老婆？就算娶了，对方也会倒霉。黄水妹，我是不想害了你。这个笨蛋怎么会了解？一个要订婚，一个要出嫁。不让他订婚，也不让他出嫁。部长，喂，你干嘛拿我的酒啊？部长。小日本投降3000，会变成汉奸，还不是你害的？说什么跟着你就可以救到我老爸？说屁！现在呢？现在怎么样？我爸在哪里啊？我爸呢？爸在这里。你不是我爸，我爸是张天英。
张天英，不是你。张天英，不，等，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知道我爸被日本军打死？你这个混蛋，骗了我这么多年，你还骗我，要我认你这个混蛋做老爸，害我变成大流氓。你害我不能实现我娘娘让我成为好人的愿望，害我有家回不得，不能认我姐姐。我想爱，却不敢爱。你这个混蛋！我杀死你！啦啦个啦，啦啦个啦，啦你个啦。我上去。都是骗子，全部都是骗子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个真心的人，都是骗子，都是在利用我。除了蛋知道，可是他已经死了。还有汤水妹，她明天就要嫁人，做小老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又赌光输光，欠了人家钱？现在有个大头家，姓林名叫有贵，是做酒吧行生意的，35岁，人面很好的。他老婆连续给他生了7个女的，他3代单传，没有男丁给他传香火，无法跟他祖先交代，所以他想讨个小的。他老婆现在答应了，托人找我。你到底欠了多少钱？这你不用担心，人家答应帮我还清债，另外再给我500块聘金。500块？就因为500块，你要把我卖给人家当小老婆？你不要卖这么难听，你自己想一想。那个胡家大流氓把你名声给毁了，现在人家都不嫌弃你，还给500块聘金啊！我看是你妈显灵了。你要我嫁给人家当小老婆？行，除非我死了，你把我的尸体扛出去嫁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，我已经自己准备好了，与其没有钱还给人家砍死。我自己吞老鼠药，死了一了百了。你吞，我现在就让你吞！你以为老子是开玩笑的啊？
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，什么事情不敢做？早也是死，迟也是死。与其被别人打死，还不如我自己死，一了百了。啊！我死给你看了，我死给你看了！你是怎么当人家老爸的？你竟然用死来威胁自己的女儿嫁给别人当小老婆！你要死是吗？我陪你。不要！这真的是老鼠药！不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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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求求你啊！你啊！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有用的爸爸哦。你下辈子投胎，不要再做我女儿了，不要再做我女儿了。这辈子你就认了吧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流什么泪啊？不是早跟自己说要认命了吗？张水妹，炮竹都放过了，人肯定被取走了。唐水妹昨晚不是说了吗？今天一大早就要出嫁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赶得及又怎么样？男人真的想看见她出嫁吗？虽然很不想，但怎么说还是朋友一场，应该来送送她，见她最后一面。我去，什么最后一面？唐水妹是出嫁，又不是出兵。谁叫她说以后都不要见到我？唐水妹真可怜呐，嫁花柳病鬼呀！听说他老婆啊生7个都是女儿啊，担心没有儿子传宗接代。是谁说唐水妹真可怜？有什么花柳病鬼啊？是他说的，是他说的。你再重复说一次。不关我的事，我也是听来的。你别怕，别怕啊！我只是喜欢听八卦罢了。你慢慢说，慢慢说。早说啦！我以为你是林有贵的人，吓死我！你说唐水妹要嫁的家伙叫林有贵啊？对，听说以前小日本打进来时，他们囤了很多白米，发了一笔战争财呀。发战争财是最无良的，所以才生不出儿子，没有人传宗接代。我也听说啊，他生了7个女儿啊。对呀，所以才要娶唐水妹回去生儿子。但是那个林有贵哦，很喜欢嫖女人呐，他得了花柳病，花柳病会传染的。我听说他老婆啊，就是给他害到不能生啊，所以啊，才答应他娶小的回去。你讲唐水妹可不可怜？哎，我还没有讲完。听说林有贵哦，给唐水叔500块钱，还帮他还赌债啊。就知道是被他老家伙害的。还有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唐水妹非得嫁给林有贵吗？当然是代父还债啦。哎，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，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啊。什么原因啊？听说啊，这唐水妹被一个叫胡家的大流氓破了身啊！不嫁给人做小的，谁敢娶她？喂，干嘛？干嘛是胡家？他是胡家。你再说一句唐水妹不干净的话，
我不敢了，我不敢说啦。新娘许久多久了？往哪里去啊？新娘车刚走，往那个方向去啦。老兄，借我一下。是的，嘉哥。哎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啊！走开，走开！拿开你的手！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嘛，你还害什么羞嘛？嗯，我会把你的手指扭断。人家说打是疼，骂是爱。走开！喂，喂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喂，走开！喂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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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小心！人家说你性格刚烈啊，果然没错。不过好，很好，我就喜欢像你这样的女子。男人嘛，本来就是要来驯服女人的，就好像跟马一样啊，一定要被你驯服过后，才会让你骑马。嗯，女人呢，就跟马一样，一旦被驯服过后，就会对男人服服帖帖了。你就看我今晚怎么个驯服你。嗯。哎呀！你怎么开车了你？头家，前面忽然有人冲了出来。那你还等什么？下去把他赶走了，笨蛋！是头家。嘿，麻烦你让开好吗？嘿，请你走开好吗？嘿，你聋的？喂，你什么？我要带你去医院，医院你看没有花柳病？你神经病啊？什么花柳病？没有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要娶唐水妹，我可以包个大红包给她。如果你有，就要娶个女孩子回去糟蹋。我要让你从零有贵变成零有鬼，知道吗？红梅回，红梅回，红梅回。好啦，这里是医院，怎么那么大声呢？谁叫你这么难找？你找我什么事？你会不会验花柳病？啊？我怀疑这个家伙有花柳病啊，帮我带他去验验。老兄啊，我在地方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你不要再耍我了好不好？你有头有脸，我有眼睛有鼻子啊。我只不过想娶个老婆罢了，哪里得罪你啊？你又动刀，又带我来检验，你又胡作非为了。什么胡作非为？你听他放屁啊！我哪有刀啊？什么刀？那你刀不藏在这里吗？刀啊！梳子啊，刀！对付你这种人还需要刀吗？我还需要在江湖上混。对付你这种人啊，一根手指就搞定你啊！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，过分的是他，你知道吗？他要娶唐水妹过门的。唐水妹，唐水妹的老爸收了这个零有鬼。是零有贵。哎呀啊！500块的聘金啊！还有700块赌债，逼他出嫁。现在唐水妹穿着嫁衣，坐在他的车子上，
还好我赶得及，要不然就被他娶过门了。拜天地，拜祖先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，想要阻止都阻止不了。是不是真的？这次是正经八百的。我听人家说啊，这个灵有鬼啊，是灵有鬼。灵有鬼了，他有花柳病。如果是真的话，唐水妹要嫁给他当小老婆。小老婆？你听到也生气啊？当然，唐水妹那么好的女孩子，怎么可以嫁给他当小老婆那么委屈？嫁给他已经够委屈了，还要嫁给一个有花柳病的，那不是很吃亏？你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这也关系到唐水妹的健康。林有鬼先生，是灵有。别吵，你现在跟我来，我带你去检验。不要，不要！你是不是想当灵有鬼啊？唐水妹，唐水妹，你没事吧？林有鬼，你真不是人！是灵有贵。什么灵有贵啊？你从此就叫灵有鬼，心里有鬼的鬼，知道吗？你是不是有话跟他说啊？有。哎，白小姐，其实我要对你实言相告，我真的是有花柳病，就是因为外面的小姐不让我碰，所以我才有了娶小老婆的念头。可是我现在觉悟了，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所以我决定不娶你了啊！你去死吧你！哎呀！你去死吧你！有花柳病敢娶老婆，你去死！你去死吧！不要娶老婆，谁家娶老婆？娶老婆！这才是我认识的唐水妹嘛！喂，你还不快滚啊！我警告你啊，以后再踏进我的地盘，我真的让你变鬼啊！还不走！喂，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啊？你不认识我啊？啊？喂，你干什么啊？你哭什么啦？喂，这个人真的很奇怪，刚才在车里面一滴眼泪都没有，现在都不用嫁了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真是。刚才没眼泪，是爱莫大于心死。现在哭得稀里哗啦，是开心，是安慰。去，开心还哭什么了？喂，你别哭了，我的衣服啊都湿了。大流氓，好好安慰他吧。我贴你屁股，你就这样走啊？我不会安慰人的。喂，那就紧紧地抱着他吧。1955年，新加坡工潮越演越烈，共发生约275起罢工事件，各行各业大受影响。除了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，多数是同情或抗议性的罢工行动。厂长，什么是慌慌张张的？厂里的工人在闹罢工啊！张天鹏整天说自己当过苦力，被矿主剥削、欺压，现在他摇身一变，变成剥削、欺压我们的资本家，我们的命运就像当年被贩卖来南洋的猪仔，漂洋过海讨生活的苦力一样。住口！不要替他煽动，赶快回去工作。不答应我们的3大诉求，绝不开工。什么3大诉求？3大诉求是：1. 加薪；2. 减工时；3. 成立工会。
大家应该拿多少薪水？公司是从长计议过的，从来没有亏待过大家。工作时间照足规定，超时工作一律有补贴。这里有从第一天工作到现在的老员工，你们凭良心说，头家对你们不好吗？厂长，他们是逼不得已的。小芳说，不跟大家一起行动的工人是叛徒、走狗，是大家的敌人。你竟敢威胁其他的员工！红石，你醒醒吧！不要再为虎作伥，帮张天鹏欺压工人。你应该跟你儿子洪当勇一起，全力支持我们的罢工行动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洪当勇支持你们？洪当勇说，在他领导下的工会将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，是和资本家张天鹏斗争到底，直到他答应工人的要求为止。这间公司是洪当勇大伯开的，我这个厂长是他的父亲，你不要在这里造谣。是啊，小芳，你是不是欺骗我们？不，小芳没有欺骗大家。我领导下的所有工会，全力支持大家的抗争行动。爸，我希望你可以了解，我们不是针对你，也不是针对天鹏大伯，我们的行动是要告诉大家，工人阶级觉醒了。爸，工人阶级流血流汗，为资本家制造财富。可是获得的报酬却少得可怜，资本家赚得盘满钵满，个个吃得肚满肠肥。可是工人们三餐不得温饱，长期在贫穷线下挣扎，更不用说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。所以工人们要觉醒，要反抗，要为自己争取权益，否则永远都会被资本家欺压、剥削。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。你给我住口！爸，放开我！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暂时没什么事了，不过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爸交代，千万不能让妈知道。哥，爸说他不想见你。你让我去跟爸解释。你现在进去只会刺激他。你爸的身体要紧，先让他的情绪平稳下来再说吧。小小的新加坡，一场接一场的工潮此起彼落，不止劳资关系紧张，市民生活也受到影响。现在为了搞罢工，连亲情都可以摆开一边。哥，你不累吗？林先生，这些人都是潜伏在工会和学校的地下分子，如果不即刻采取行动对付他们，将无法遏制此起彼落的工潮和动乱。我建议即刻逮捕洪当勇等人。喂，洪当勇，哇，真的是你啊！大白天在这里喝酒啊？家，走，既然来了，你也喝一杯。好啊，有酒喝，我从来不会拒绝的。
你知道人为什么要喝酒吗？我想喝就喝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的？错，人喝酒只有2个理由，一就是开心，2就是愁闷。来，那你现在一定是愁闷啦。你怎么知道？笨蛋都看得出来啊！谅你再聪明，你也猜不到。我告诉你吧，我老爸他不认我这个儿子了。喂，你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连你老爸都不认你啊？我跟他对着干，他是厂长，我却支持他的工人罢工。哇，那是大哥你老爸管的工厂，你也闹罢工啊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想骂我是吗？你尽管骂，骂就骂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？就算全新压末工人罢工，兄弟金油厂就是不能罢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我大哥你老爸的工厂啊。不只是我爸的工厂，还是我大伯的工厂。我天鹏大伯虽然只是我爸的结拜兄弟，但是从小他都把我跟妹妹当成是自己的至亲，所以我爸才会被我气得吐血。石头是吐血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爸叫石头？你告诉过我吗？你忘了啊？原来是我告诉你的。我爸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，从小就对我寄予厚望，现在却被我气得口吐鲜血，怪不得他不认我这个儿子。有亲人不认你，的确是很惨。但是有情人却不能认，也一样惨。你说你？不是。我爸是永远不会了解我的，因为在他脑里，他跟天鹏大伯的结拜之情超越一切。你老爸只是一时生气，讲气话，再过一阵子就没事了。别跑！我又没跑。我没见过你，你是哪路的人啊？我们是政府的人。洪当勇，我们现在要拘捕你。我犯了什么罪？带你罢工有罪吗？这些政府的走狗，就只会用秘密逮捕这种肮脏的手段。大头，让我开枪！1955年6月11日，政府援引紧急法令逮捕方水霜和数名工会领袖。老师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放心，没人跟来，你们慢慢谈吧，我在这里守着。
组织已经跟我联系了，他们会帮我安排退路。不过今晚就要离开新加坡。我会先到州府潜伏一段日子，不过最终还是会回来新加坡进行工作的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？能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会找人联系你。敏，胡家虽然是个流氓，但是要重感情讲义气。今天要不是他冒险相救，我早就落入殖民地爪牙的手里。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胡家他的背景复杂，你还是自己要提防点。还有，人心难测，你不要轻易相信他人，包括张燕。你怀疑我哥？不会吧，他这几天一直在为你的事奔忙。我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张燕是跟我对立的，就是他主张采用强硬的手段对付所谓的滋事分子。我会小心的，你也要照顾自己。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不管它多崎岖，我都会无怨无悔的走过。不过我最放心不下，最觉得对不起的，就是你，还有我父母。你放心，我早就把你的父母当成是自己的父母一样，就像他们一直把我当成是自己的孩子。不要伤心，殖民地和他的傀儡，日子不长了，我们一定很快就可以再相聚。你等我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谁只手帕换一袭马，你莫笑我傻，命运爱戏耍，你就笑我傻。爱里放手才。他们为什么要抓洪当勇？只因他帮那些工人出头。他帮那些工人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我看他吃饭的时候啊，只淋了点咖喱汁，一块猪皮都没有啊！而且他喝的水啊，还是水龙头的水，这对他根本没好处啊！更别说有钱分啊！既然这样，他们为什么要抓他？他们说他是颠覆分子。那他是不是？是不是并不重要。就如你所说的，当勇是真心诚意帮助那些被欺压的工人，他只有牺牲和付出，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。你放心吧，我帮定他了。就算上刀山下油锅，我都会陪他。你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帮他？兄弟有难，怎么可以睁着眼睛不顾啊？而且，你还把我当弟弟。我是你弟弟，他就是我的姐夫。姐夫有难，哪有第二句话的？帮到底就是了。我和当勇在一起的那天，绝忘不了你这个弟弟。
好，有一天我一定会给你们敬茶，叫声姐姐、姐夫。好。可是现在要对付当勇的，不是江湖中人，而是更可怕百倍的政治力量。你不怕被他拖累，被他们当成是他的同路人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条是烂命，已经捡回很多次了。就算现在被一枪打死，我都不会怪天怪地怪人。人生在世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快意恩仇，人生才活得痛快。不如设法提早给他。石头叔，你安心在医院静养吧，把肺病治好后，你的身体又硬朗的像石头一样了。更硬朗，也经不起那个逆子的折磨。石头叔，喝水吧。那个逆子这几天是不是在工厂闹事了？不，他没再参与了。石头叔，我爸出面和那些工人谈判后，老工人先停止了罢工行动，其他工人也都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了。那是自然的。你父亲是个好头家，大家都知道。如果不是有人在背后煽动，这些工人怎么会突然闹罢工呢？偏偏在背后闹煽动的是那个逆子。我真的没有脸去，我真的是没有脸去见你父亲。叔，你不要替他说话了，女儿。他在外面干的事，你们不说，我也知道。他被人抓，是迟早的事。我好使这一生，堂堂正正的做好人，从来不忘本。就像你妈妈说的，吃果子不要忘了拜树头。可是偏偏生了一个这么忘恩负义的儿子。他已经不是我儿子。爸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明天看了报纸就知道了。你做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我叫人去报馆登了一个启事，我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。爸，你不要这么做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吧，不然的话。石头叔，你别一时之气，你原谅当勇吧。我还在等待着你一个回答，就让那风再大吹起了牵挂，就让那雨在下起尽了繁华，用一生换刹那，我不会再挣扎。如果爱需要代价，我不怕坚守路沿途过变化，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，用信念换约定，我将爱牢牢刻下。谁在等
下，温习牵挂，转身又在哪？想念心里敲打，春雨落下，淋湿了头发。